实际上就来看题目咯。看文章的时候呢，我不会去做每一句话的翻译，因为呢，做每一句话的翻译这件事，现在有很多 AI 可以做的比我好啦，所以做翻译没什么用。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知道这篇文章的梗概，重点是等一下的题目。我们现在来先看文章的第一句话哦，他说 ，For more species of animal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the species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average body size. For members of the species, the smaller the body size,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animals. 好，他先跟你讲，对大部分的物种而言，个体的数量跟什么？跟他们的身体的大小是成反比的，身材越小，数量应该要越多。那么这句话看完之后还没什么感觉，因为他感觉上就是只是在去讲述一个事实。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他说，A tamarin, a small South American monkey, breaks this rule。看到这边的时候要注意哦，在我们终结者的课程里面会讲到，文章的前1/3，如果你发现了有冲突，两件事实之间的矛盾，这个可能会是文章的重点。有可能这篇文章就是要去继续阐述这个矛盾。如果是纯 presentation 类型的文章，纯叙事的文章，就是继续把这个矛盾讲得更详细，介绍矛盾。但也有可能这篇文章如果是 argumentation 类型的文章呢，就是矛盾只是一个主题，我们就要做的是等一下要来尝试解释矛盾。所以这篇文章呢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把这个矛盾继续讲到文章结束为止。另外一种就是矛盾讲一讲之后，等一下这篇文章的重点会转到作者或学者到底是如何去解释这个矛盾的。下一句话说什么 ？Of the 10 primate species studied in Peru Manu National Park, for example, the 2 species of tamarins settle back in Emperor are the 8th and 9th days abundant respectively. 举例而言，有2种的这种生物 tamarin。它们本身就是数量很少很少很小，还有一种生物是比它身材更小，它的数量更少，也就是呈现一个反比。刚刚本来说是身材越小应该数量越多，但是这种生物它数量很少，甚至呢比它身材更小的应该数量更多，数量却更少，所以这是很反常的情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其实并没有再去尝试去解释为什么，所以这个地方的资讯应该还是在继续跟你讲说这是很反常的情况。没有在尝试解释为什么。Okay, 他说这件事真的不好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文章还在继续在强调这是一个矛盾。为什么身材小的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更大、更多，却没有？他说这很难解释，我们很难用饮食来解释，因为吃的东西都差不多一样。再来呢，水果的比例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也很难去想象说。好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such subtle differences are crucial to extending the relative rarity of tamarins。虽然水果的量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也很难去想象这么微小的 subtle 是微小的意思，这么微小的差异是可以让我们去理解这种生物为什么稀少。简单来说，这一段都一直在强调，我们真的无法理解。先跟你讲，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数量少的、身材小的数量会多，但是有一种生物变成了例外，叫 tamarin。它身材小，但是呢，它的数量也没有多。然后接下来跟你讲，它为什么那么少，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不能用食物来解释它。这一段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是跟你讲它真的很奇怪、很稀少。那我们也尝试看一些因素，还是无法去解释。所以这个一段在强调的是矛盾。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判断这篇文章它的 main idea 到底是属于有论点的去尝试用想法去解释的，还是说是纯介绍呢？跟各位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在我们终结者里面有讲到一个东西叫1/2。一篇文章如果它是有论点的文章，这个论点一定会在文章1/2之前就出现，因为如果这篇文章要强调的是论点，要强调的是某些人的想法的话，这些人他不是只是丢一句话就跑了。他必须要讲他的想法，要搭配很大的论证，需要丢出一堆证据，需要丢出里面的这些就是后面的一些推理过程，而这些推理过程啊、证据啊背后的这些推论，必须要至少在那文章的1/2才会让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重点，叫做强调论点。所以这篇文章呢，如果等一下过了1/2之后，还没有人来解释这个矛盾的话，这篇文章就不会再有人来解释矛盾，不会再有人来尝试去讲原因了。它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去介绍矛盾的文章。那反之，如果今天他真的想要去解释这个矛盾，那么在这边就应该要出来了，在第2段开头就要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他去解释，给出一个解释之后呢，他才有可能在后面这个地方去讲出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对的。你要怎么去提前发现文章的 main idea？ 你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提前发现？
很简单，因为你等一下要不要做 main idea 题？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有主旨题的。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主旨题的最大的重点就是，如果它是有论证的，你要去找到作者的主论点是什么；如果它不是有论证的，你要去找到每一段在重复的主题是什么的。所以你是不是越早预知到这篇文章有没有论证越好，对吧？如果你提前预知到这篇文章就是一个纯介绍的文章，你就会在看文章后半的时候就去想后半有什么资讯是跟前半是重复的。如果你提前预知到这篇文章不是也是有论证的文章，你就会提前去知道等一下出现论点的时候，我要去想它是不是作者的主结论，就这么简单。那这些东西都不用你等到最后，看文章1/2左右就会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要是有论证的文章，它的论证一定会至少占文章的一半。所以呢，它最晚在这个地方就应该要出现，不然你可以想象，有人前面都在讲矛盾，结果这边突然才讲论点了嘛，讲一下背后的理由之后就结束了。这篇文章请问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它的重点就不会是在论点了，因为论点只占最后1/3嘛，重点就变成只是在介绍。第二段一开始说 ，To emphasize just how anomalously rare tamarins are, we can compare them to other omnivorous primaries in the community。你可以发现，其实有一些生难字开始出现，像比如说 omnivorous 是什么东西，这个不重要。看文章不是要你把每一个字都理解清楚，看文章的重点是要去抓到那个逻辑的 flow。你知道它到底是矛盾还是解释？你知道它解释的原因是什么？远比你把专有名词翻译出来更重要。所以你不需要去想什么叫 omnivorous，当然你知道更好，但是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字怪怪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重点是这一整句话的语气，它本身还是在继续强调奇怪。如果要更进一步去强调 tamarin 的稀少是多么的奇怪，我们可以去把这种生物跟其他的生物来做一个比较。如果我们今天是用每平方公里的这个密度，就是它到底有多少生物、多少个体来看的话，我们发现 tamarin 本身数量远低于另外2种的生物 capuchins、square monkey and nine monkey。你说 Dustin 这边突然又出现了2个新名词，一种是 squirrel monkey 松鼠猴，一种是叶猴，需不需要把它在纸上的笔记记下来？都不要，你没有那么多闲时间，你只要知道这个地方在做的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就在强调说为什么稀少，强调这个到底多稀少多怪。And in terms of biomass or the total weight of individuals that occupy a unit area of habitat， 那如果是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用生物质量呢？就是在同一个范围里面，这些生物的重量来看呢，我们发现 tamarin 本身所占的这个生物质量也很少，少于 brown capuchins， 还有呢 squirrel monkey， 而且这个数量分别是1/20或者是1/10。好，到这边开始有没有发现，这是整篇文章最容易让你感到痛苦的地方？第一个，开始出现大量的专有名词；第二个，开始出现数字，有看到 1/10s、1/20s， 开始在跟你讲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很多同学在这边会不自主的放慢速度，甚至会回来重读，就是因为他觉得好像上一句话他没有记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很多同学会超时的原因，因为你花时间在不必要的地方。这些资讯等一下不一定会考出来，就算考出来，考出来再回来去重看细节，远比你现在看还来得好。你现在觉得记得不是很熟，你回去重看一次，等一下考出来，相信我，你还是会回来重看，因为你会忘光。所以呢，这个地方出现的细节不是很重要，重点是我们要去思考这篇文章它到底有没有 main idea 出现了吗？文章已经过了一半，在这边就可以确定，它继续在跟你强调怪的地方，所以这边继续介绍矛盾。那这篇文章已经过一半了，如果他想要跟你去用论点解释矛盾的话，也不太可能，因为他如果在这边解释的话，后面就没有足够的资讯来让这篇文章的重点变成说好像是解释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后面就在继续介绍矛盾了。再来，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我们去看这种生物它所需要的空间。那这种生物本身呢，它是非常有领地意识的，会把任何的这些入侵者赶出去。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很多生难字，比如说像这种 fragrance、intruder， 对不对？但是都不重要，重点是他继续在强调为什么怪物。他说 ，group investing an appreciable part of their time and energy in patrolling the terrestrial boundaries，announcing their presence to their neighbors with shrill sweeping cries。大概就在讲说他们会保护他们自己的界限，就是他们需要的空间很大，地性本身跟其他的灵长类相比是非常的不寻常的 exceptional。你看。他就开始一直在让你感到痛苦，除了出现这些生难字之外，又给你塞了一堆同类 gibbons、siamans， 你连看都没看过的东西，像前面的 squirrel monkey 跟 nine monkey，
再加上刚刚我们看到的有没有 brown captions，已经出现了好多的比乡土剧还多的这个跑龙套的配角，你又不知道谁会考出来，所以你现在去把它记起来干嘛？你就是看过去留个印象就好，不需要特别去记忆。他接下来跟你讲说，领地意识跟其他动物都不太一样。虽然有一些动物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些动物，像你看，它真的是玩上瘾了，有没有？开始出现一大堆，还有另外刚刚有讲到叶猴，还有一个 Titi 这个生物又出现了，它就是故意要让你读得慢的。可是你自己心里面知道，这边就不是论点了，他只是在继续跟你去强调这种猴特别的稀有，你看得懂就看，看不懂也不用特别去记忆，因为等一下不一定会考到，就算考到，你考到再回来看，再回来去重新细读更重要。所以你看他这边有没有看到，他故技重施，给出了一堆数据，这跟刚刚是不是玩同一招？给出一堆数据，加上一堆专用名词，就是为了要让你傻傻的、老老实实的越读越慢越好。但实际上你在看的时候，不用去记忆任何资讯，看过去就好。看不懂的话，至少知道它的基本概念、基本的作用是，再去强调这种生物多么的稀有就可以了。有没有发现，整篇文章看完之后，如果你刚刚花很多时间的去想这里面有什么的生物、哪些生物怎么样，而且要写笔记把它记起来，写数字把它记起来的话，你会整个速度变超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很多同学的成绩单，因为我终结者我会分析同学的成绩单嘛。我看很多同学考试的时候，RC 一篇可以去做到9到10分钟，或者是12分钟，整个爆掉。你太老实了，你真的很想要把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面，或者记在纸上，但是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大部分的题目在文章里所占的，就是会考到的部分不超过30%。所以你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呢，你要做的重点是去关注文章里面的主题，跟文章里面作者所朝向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刚刚关注的文章主题一开始有矛盾，所以我们的主题修成2个，第一种叫介绍矛盾，第二种叫做解释矛盾。那看完第一段之后呢，在看到文章快中间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主题要确定文章到底是要纯介绍还是要解释。过了一半发现还是在介绍，还是没有要用自己想法解释，这篇文章就再也不是论点类型的文章，它就是所谓的陈述类型文章。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就大概知道，这篇文章的重点2段都有讲到的是这个矛盾，去介绍这个反差。作者没有表态，作者就是不断的跟你去讲他多反差，他多反差，抓到这个重点就够了。中间的资讯你不会去跳过，还是会一句话一句话看，但是看得懂就看，看不懂你不要重看，因为重看的话，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考出来。我们先来看题目，记得一个观念，每个题目我们都会过3个流程整题。第二个叫回去定位，第3个叫 pre-think， 就是你不能直接去看选项，要先想好自己的答案，然后再去看选项。第一道题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e passage is to。各位观察这个题目，你可以很明显知道它就在考主词。再来去观察这个地方，它用的是 to， 这个问句没有完成，代表说等一下每一个选项都会是用 V 加 O 的形式表达。V 就叫做作者的态度 ，O 就叫做文章的主题。那我们现在想一下，这篇文章应该是一个陈述型的文章。所以作者的态度应该是陈述或者是介绍，作者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谁支持谁反对，他就是陈述或介绍。第二个，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某种生物为何稀少？他没有要去解释稀少的原因。好，第一段先跟你讲很稀少，第二段再继续跟你强调真的好稀少，我把它跟任何生物比都很反常。这就是我们的拟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拟答来看5个选项。第一个，作者给你推荐一个政策，假赛啦，文章里根本没有什么政策要推荐，不推荐，没有要推荐你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选项就不会被我们选到。B 选项去评估一个理论，那你看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就很清楚了？文章里面根本没有去评估谁，没有去说谁好或谁不好的，那更不用说提出理论。文章里也没有自己的想法，它也不是 argumentation 的文章。第3种去描述一个不寻常的状态。刚好对到我们刚刚讲陈述对到描述，不寻常的状态对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主题矛盾，就是某种生物为何稀少，所以先留下来。第4种去解释文章，刚刚作者没有再去解释什么东西，他就跟你介绍一个东西。那你说 Dusty 就是去解释这个稀少状态，就算可以看后面某一种假说的发展，文章里也没有主观的想法。一选项去支持好几个假说里面的其中一个，文章里根本没有想法。所以最后的题目，你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你可以很快的选到答案是 C 选项。假设今天做错了，你选到了1选项，那你事后回来对照你的拟答，叫做作者去支持一个假说，结果发现这个拟答作者支持一个假说，怎么跟 C 选项描述一个不寻常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重点不是这个选项怎么写，你的拟答本身就已经跟这个选项差了天差地远。这个正确的方向是叫做描述一个不寻常的状态，而你的拟答叫做支持一个假说。那你就不要再去想选项了，
你要回去想说，你为什么会把描述介绍当成是知识？是不是有可能你对作者的态度抓取错误？是不是有可能你对文章里面事实跟主观想法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到底自己的解读错在什么地方。下一道题目一样哦，审题定位 prethink 筛选。第一个，作者在文章里提到了 the special requirement of the gray squirrel in order to。这道题目就不是 main idea 的题，那它是什么题目呢？不要看我们的标题，学习独立判断。第一个，它有提到的是 mention 是在文章里有出现的，所以它肯定不是推论题，不是要你推文章里没有出现的，也不是应用题。他说作者去提到了 Gray Squirrel 的空间需求，不要只看到这两个字就往后找，你看他的目的是他在做什么？他要问你作者写作的目的，所以这是哪一种题型？不是主旨题，因为主旨题是问整篇文章，而且刚刚考过了。不是推论题，因为推论题不会用这种描述事实的语气。不是逻辑题，他也没有问你加强削弱，也不是应用题，应用题跳的是别的情境，只剩两种可能。作用题、何者为真题，就是 supporting idea。但是这边很明显，它不是问文章里面讲了什么东西而已。作者做这个东西，目的是为了要干嘛？我们回去看一下刚刚讲作用题的破题重点。第一个，永远都是要作者的态度；第二个，不能只看那一句，要看前后文的关系。那到底定位什么地方呢？我们就要研究。第一个 ，Gray Squirrel 印象在什么地方出现？应该是在文章第二段才出现。第二段给了很多各种的生物，刚刚没有记没关系，现在再回去找 Gray Squirrel 就可以了，快速的扫描去找。好，再来提到 Gray Squirrel，还要同时提到跟这个概念相关，是跟空间需求相关，所以回去扫描去找。OK，那我们这时候就快速的扫描，看有没有 Gray Squirrel，还有找到 Gray Squirrel 之后，再去找空间需求。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没有去提到任何的 Squirrel，然后呢，这个地方提到了，可是这两个不是 Gray Squirrel。再继续看哦，Squirrel Monkey 也不是，继续看，我们发现还没有出现，对不对？这边确定一下，的确是在讲 Gray Squirrel。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句话先看了。Contrast this with the one and two hackers needed by the common North American gray squirrel, a non-territorial mammal about the same size。把这个面积跟 gray squirrel 的1到2个 hacker 相比，你们看到他这边的语气说 contrast this， 代表说这句话是接着前一句话走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回来去看前一句话。What is more surprising about tamarin character is their size。让我们觉得更惊讶的、更不解的事情是它们的大小。Kitty Monkey 大概是6到8 hacker，Nine Monkeys 大概是10个 hacker 以上，但 Tamarin 却要用到这么大的面积。另外一种生物呢，只需要就是 Gray Squirrel 只需要1到2的面积。所以现在我们看完整段上下文之后，刚刚看到这一句，知道这个地方的 list 指的是前一句话，所以我们把它跟前一句话放在一起读。所以这一整段它的目的是什么？注意哦，谁的目的不是松鼠的目的，是作者的目的。作者为什么要去提出 Gray Squirrel 它的空间？他到底是想要强调什么？它应该不是单独出现，是把它跟前面这些数字绑在一起。那前面这些数字全部绑在一起，它到底目的是要干嘛？是要去强调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觉得 Tamarin 它用的空间实在是就是太奇怪了，很难去理解它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空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完我们的拟答就是什么？作者的目的是为了要表达 Tamarin 这么大的空间是不合理的，是让我们惊讶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我们有了拟答之后呢，来看这5个选项的态度谁对到了。A 选项说是为了解释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你们看到他没有把那个疑惑的态度，没有把那个 surprising 的态度表示出来，这不符合作者的目的。B 选项去让你看他们没有领地性会导致的后果。不是啊，我们强调的是异常，我们强调的不是原因后果。刚刚你看，我们刚刚都没有推出因果，作者写那边不是为了要强调什么结果，对不对？是要强调说为什么那么奇怪，对吧？所以 B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C 选项去强调Tamarin 本身不寻常的这个领地要求，有对到我们刚刚讲的不寻常，保留。D 选项去给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 Squirrel 跟 Monkey 他们的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这个选项有些同学可能会去选哦。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Dustin 他刚刚不是有去比较差别吗？比较不同的领地大小的差别。来，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没关系。好，我们看一选项，去给出一个例子。好，让我们看到 Tamarin 跟其他动物有相似的要求。没有啊，没有相似啊，我们刚刚看到都是不同，所以这个地方逻辑上也会有排除掉。现在重点来了，到底答案是 C 还是 D？ D 选项叫做去强调Tamarin 不寻常的领地的大小要求。D 选项叫做让我们看到 Squirrel 跟其他生物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看哦，回去文章2度定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讲的是去比较的话，它只是对到这句话本身，只对到了刚刚我们定位这句话。可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过，作用题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你去把那句话重现？你看我们刚刚写的破题重点说，作用题的目的叫做去找出前后文的关系。所以呢，就算这句话本身在讲的是区别，你也不能够直接把这句话当答案，因为这道题问的是它点出这个区别的目的是什么。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是只是为了要比较，它是为了要让你看到底 Tamarind 的 territory 是多么的让我们感到惊讶。所以最后这道题答案选择的是 C 选项，不是只是要点出区别，它是借由点出区别来去强调 surprise。所以你看看哦，我们刚刚的审题发现是作用题，我们的不题重点都有去遵守。第一个，一定要是想作者在干嘛；第二个，不能只看那一句话，是要去看前后文；第三个，自己有拟答之后再来看选。这道题答案是 C。我们看第三道题，第三道题目说 ，The author regard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ets and of the tamarins and several larger species as 这个句子呢，它用的是 regards，它是一个片语。regard x as y， 把 x 视作 y， 意思就是这两个东西是等同的。我们再观察一下 ，regards 是用的简单式，它不是用 would regard 或者是 the author is most likely to， 它不是用这种推测语气或者是什么不确定的语气，它用的就是现在简单式，意思就是这道题目没有要问你作者可能会怎么样，没有让你去另外推，它就是一道 supporting idea， 它就是 supporting idea。那我们心里面就知道了，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文章里作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认为它是什么东西的？如果你不确定你答案长什么样子的话，因为你说 Dustin 刚刚有，如果刚刚有 to 的话，像你看刚刚的主旨题有 to be， 我至少知道后面要加动词嘛。像刚刚这个地方有 to， 那这个地方用 as， 那谁知道 as 后面要加什么东西的？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我会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往下面的选项偷看一个选项就好，不管是第一个选项或者是什么。5个选项里面长得最短的那个都可以，因为 GMAT 在设计题目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它会尽量让5个选项虽然内容不一样，但是呢它的结构是类似的。比如说 A 选项是有没有看到形容词副词形容词加上后面的修饰语，有没有副词形容词加上后面的修饰语，副词形容词加后面的修饰语，然后你看形容词名词加后面的修饰语，你看它的长度选项长度也类似，对不对？结构也类似，对不对？你看刚刚其他的选项也是一样，动词加受词，动词加受词，然后长度也几乎是类似的。因为这个考试它有一些题目设计的原则、潜规则，其中一个潜规则就是不要让每个选项长得完全不一样，在文法结构、字的长短上差异非常大。一旦差异非常大，可能会让考生的心理造成节奏不一样的压力，就会导致这道题可能会失常。所以他们在设计选项同一道题里面，每一个选项的长度都会差不多，而且句法会差不多。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拟答的话，你就随便抓一个选项，抓一个最短的，比较好读，好，或者抓第一个也可以，大概就知道你要回答怎么样子了。比如说抓，哎，我大概就知道我的拟答是要以一个形容词开头，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后面这个拟答就是要我认为 Tamarin 这个生物跟其他的物种它们的饮食的差异是怎样的形容词。那我们先来看，他讲到这个饮食的差异。那如果你忘记的话，当然回去文章自己去扫饮食。有些时候题目比较好心，他会帮你去 highlight 起来；有些题目不会比较好心的话，我们就回去去扫，没关系，因为你刚刚前面没有去焦灼在某些资讯上，你已经省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回来找的话，会发现说 Tamarin 讲的这个 diet 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第一段，因为第二段都在讲生物，还要讲一些空间跟密度了嘛。但是讲饮食的话，应该是这个地方。It cannot be dismissed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diet, because tamarins feed on the same mixture of fruit, nectar, and small prey as do several of more numerous larger counterparts. 好 ，tamarin 这么的稀少，很难被解释。我们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就单纯当做是什么，当做是因为饮食的影响。因为呢 ，tamarin 他们吃的饮食的内容，他们吃的这个食物都跟其他的生物差不多，大家都是一样，没有理由你比较稀少，所以食物不能当影响。现在我们回来看这道题目，我认为食物怎么样，而且是要文章里面明确有讲到的东西哦。文章里面明确有讲到的，作者对食物的态度是什么？认为这些食物，第一个 tamarin 的食物跟别人差不多，这是我的第一个拟答。第二个 tamarin 的饮食
不能去解释它的稀少，这是文章里明确有讲到的。这是我的第二个领答。所以等一下看哪个选项会对到我们讲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回答会是这样形容词开头的。我们的回答应该是 that 不能解释，不能去解释，或者是不相关 irrelevant， 跟某件事情不相关，跟 Tamarind 的稀少不相关，没有因果关系 irrelevant， 或者是我们的回答是 that 跟其他生物一样 same as 其他生物。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拟答转换成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形式，这样你等下看选项才会比较快。好，所以呢，要么就是什么 irrelevant， 这个我们要研究的因素无关，或者是要么就是 same as 其他食物的。首先第一个，他说这种饮食呢，它是 generally explicable in terms of hereditary size， 是可以被解释的。问题来了，态度是相反的，我们就是说就是不能解释，不是吗？所以态度是相反的。第二个，这些饮食的差异很明显小到不能去解释。有没有看到 too 怎样 ？too 太小以至于不能去解释。好，跟我们刚刚态度一样，饮食几乎没有差异，饮食没有差异，所以不能去解释，所以这个态度是一样，我们把它保留起来。再来第三个，可以完整的去预测。我们刚刚态度不是说不能解释吗？我们不是负面看法吗？怎么会变成完整预测变正面看法？所以删掉。第四个，饮食的差异是什么的结果？是因为领地好的结果。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刚刚根本没有要推出因果关系的，没有要推出因果关系，我们只是单纯讲饮食的差异就不算差异，它是几乎没有差异，而且这个因为几乎没有差异，所以是无法去解释的，所以这个选项也没有被文章提到。再来，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是啊？我们就说它就不能解释，它为什么可以当原因？所以这些选项都没有被提到，只有 B 选项是直接被提到，所以答案选的是 B 选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道题目里面。你可能会说 Dustin 文章的其他地方后面有提到了 territoriality of tamarinds， 那为什么不能选呢？我可以跟你讲，就是 RC 里面几乎所有的题目、所有的选项所给的文字都是文章里有出现的文字，所以呢，不会像以前考试有些题目出的很白痴，说什么是北台湾最大的水库，石门水库、东门水库、南门水库、北门水库。这种题目就是你闭上眼睛都知道这个出题老师在乱出嘛，一堆选项写的很夸张，从来都没有出现。这种题目是品质超级低的题目，出题老师根本就在半送分。但是呢，GMAT 里的题目的特色就是，它每一个选项所给的资讯都会是文章出现的资讯，而且甚至有些是文章里面好像看似是对的，可是只答错了态度变错误的资讯。我们再看最后一道题。他说，下列何者最有可能会被作者视为是等同可以类比的？这就是一道应用题的。有没有看到这个特色？第一个，它本身不是要你去写文章里面已经有了资讯，它是让你去另外推，所以有可能是 inference 或者 application。第二个，它要往你去推的不是文章里面已经有的故事，它是一个让你去类比出去的故事，类比到不同情形的故事，它就叫应用题。那应用题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把文章的主旨转化成一个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就要回来去想做文章里面的主旨是什么？文章里面的主旨是在跟你介绍一个矛盾。那介绍什么矛盾？我们回去文章重新去就是找到资讯，它的矛盾指的是明明常理上应该是数量跟身体大小成反比的，数量越多，身体大小越小。结果一种生物打破这个规律，所以今天的介绍矛盾应该就是数量与身体大小成反比。这个是正常，但是我们要介绍的矛盾是说怎么不成反比了。那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就不要再去想是不是 Tamarind， 不要再去想文章里面那个生物咯，因为那个生物的名字 Tamarind 一定不会在选项里面出现，它就是让你去类比。只要你看到类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5个选项不会再有文章里的单字了。我们要把它抽象化。作者认为的矛盾就是数量跟身体大小怎么不成反比，是这篇文章探讨的主题。那我们来看哪些选项对到这个概念。第一个 A 选项。身体大小大，吃的比较多。我关键是数量跟身体大小跟你吃的多不多有什么关系？作者要介绍最主要的矛盾，不是说是数量大小跟不是说是身体大小跟吃的多不多，这个不属于作者要讲的中心主题，所以这被我们划掉。B 选项比较身体大小比较小的生物，它的领地性比较强。可是我们作者要强调的重点不是领地性强或弱。虽然文章里是有出现的，可是整篇文章的主题应该是数量跟身体大小，所以这个也不会在我们的回答里面。然后再来 C 选项说 two species of small primates that share the same territories， 你看有提到身体大小是小的，可是没有提到数量多少，又提到领地，可是文章里面领地就不是我们这个作者要关心的主题啊。
作者要关心的主题应该是身体大小跟数量之间为什么没有成反比。D 选项说什么？小的鸟类，它们的数量比较多比起大的鸟类数量更多。好像有对到，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那E 选项说什么？小的害虫，它可能需要更多的空间，比起大的昆虫、大的生物需要更多的空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两个选项好像在文章里面都有出现，但你看到哪一个是属于文章里面有对到作者要讲的东西？第一个，数量小的、身体小的比较多，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文章里的确是有去讲到，可是好像不是文章要讨论的重点。这个叫做文章里讲到的常态，就是大部分的生物都维持了这个常态。可是文章要讨论的不是这个常态，文章要讨论的是一个反常，反常叫做身体小的数量也小，甚至领地还很大。所以这个地方呢，谁最能够类比作者想要讨论的重点，应该是E选项，才是作者想强调的矛盾。理论上来讲，身体小的数量会多，这叫常态。作者整篇文章都没有在碰这个常态，都在讲的是矛盾，叫做身体小的数量竟然也少。然后第二段进一步讲，身体小的不但数量小，它需要的领地还很大。只有E选项对到了作者要碰触到的矛盾，而D选项它虽然在文章里有讲到，但是作者没有要关心他的意思。所以最后这道题谁最能够类比作者所提出的主题，应该是E选项。